确定了灵气的增长不是自己的错觉，叶晨心中大喜。他对林婉儿说道：“看来这套手印就是一种专门用来修炼的功法。当我把体内的灵气汇聚在双手之上，打出手印，手印便会产生额外的灵气回馈给我。或许这就像一个阵法，一个能够让灵气产生更多灵气的阵法。”林婉儿虽然不懂修炼，但她毕竟活了这么多年，对修炼的很多事情都非常清楚。听到叶晨这么说，他的第一个念头便是对叶晨说道：“公子，掌握了这套手印，起步就等于根除了末法时代的最大弊端。”叶晨点点头，激动地说道：“谁掌握了这套手印，就等于找到了攻克末法时代的方法。末法时代就像是整个工业社会忽然没了电力供应，人们得不到电力来进行生产，工业发展自然会停滞不前。如果在末法时代找到了一个源源不断产生灵气的方法，就等于在其他人都没有电力供应的工业世界，找到了一台太阳能发电机，这个意义确实非常重大。而自从得到九玄天经至今，叶晨只在2种东西上吸收过灵气，一个是灵石，一个便是丹药。末法时代以前的修士修炼时，可以直接从空气中提炼吸收天地间的灵气，但当末法时代来临，天地间不再天然存在灵气的时候，这种最根本的修炼方式就完全成了过去式。这就给修炼带来了极大的困难，因为绝大多数修士根本找不到灵气的来源。灵石这种东西是末法时代之前天地间灵气充裕、灵脉充足时期的产物。漫长的末法时代来临之后，所有的修士拼尽一切寻找采集灵石，以至于灵石现如今已然极其罕见。至于丹药，虽然没有灵石那么罕见，但也并非一般修士所能掌握的资源。想要炼制出真正具备灵气的丹药，需要丹药对应的丹方，需要根据丹方一丝不差地准备药材，需要炼丹的丹诀，需要炼丹的鼎炉。对绝大多数的修士而言，这几样哪一样都难如登天。即便叶晨这几样都有了，也依旧觉得，如果只靠丹药来补充灵气的话，就有一种坐吃山空的感觉，就好像虽有家财万贯，但却没有一个固定的现金流。手里钱是很多，但花掉1分就少了1分。可是现如今这套手印一下子就给他解决了这个最严峻的问题。虽说每结印一整套手印，灵气只能增加极其细微的一丁点，但这种东西就像是尼日利亚广袤油田上的磕头机，只要这东西转起来，就有源源不断的收入。一次结印虽然只能增长一点点，但胜在打出手印没有成本，而且只要闲下来的时间都可以一直持续不断的打坐结印。换句话说，无非就是把以前修士的吐纳变成结印。叶晨此时已经激动至极，他迫不及待地与林婉儿一起回到度假屋，随后便对林婉儿说道：“林小姐，你选个房间早点休息，我晚上就在客厅打坐，看看结印一整晚能增长灵气。”林婉儿知道事关重大，于是便对叶晨说道：“公子专心修炼，奴家去最近的那个房间，如果公子有什么需要奴家做的，尽管叫奴家。”叶晨点点头，随后便赶紧在客厅的羊毛地毯上盘腿而坐，双手摊开，手心向上放在双腿之间，随后便开始2只手同步打出手印。由于一开始动作还不算太熟练，所以整套手印完成的速度相对有些缓慢。不过随着时间流逝，叶晨对这整套手艺越来越熟悉，完成的速度也就快乐许多，效率高了不少。不知不觉间，10多个小时便在叶晨不停的结印之中度过。这10几个小时里，叶晨只知道全身心的完成手印，直至从入定中醒来的那一刻，才赶紧查探体内灵气情况。结果惊喜地发现，自己差不多将体内的灵气体量提升了约莫1成。如此明显的灵气提升，让叶晨内心格外欣喜。而更让叶晨惊喜不已的是，额外增加的1成灵气，此刻就汇聚在丹田之中，让整个丹田前所未有的充盈。叶晨觉得这种手印带给自己的好处，不只是能够源源不断地产生灵气，还能将自己体内的灵气承载能力不断提高扩大。而且
这种灵气的充盈与丹药补充的充盈有很大不同。如果依靠丹药，体内灵气补充到极限，丹药里剩下的灵气会在体内强行冲击，待冲击过后便会自然消散。而这种手印一点点补充起来的丹药，更像是一点点提升丹田的极限，让丹田得以容纳更多的灵气，而不是任由多出的灵气从体内流失。某种程度上说，灵气就像是游戏里的魔法，是法师、术士等角色释放技能的关键。影响这些角色实战能力的因素有很多，装备、等级、天赋甚至 buff 等等都是重要因素。不过，魔法的总量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。如果 A 的综合攻击力为100，魔法容量为100，而 B 的综合攻击力也为100，但魔法容量为150，那 B 与 A 对战时获胜的几率就大了许多。所以，提升体内灵气的容量，从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增强了自己的修为。而且，更让叶晨激动的是，一个晚上，灵气便增长了约莫1成。如此一来，用不了10天，体内的灵气就能提升1倍。叶晨已经开始在心中盘算起了多余灵气的用途。若是丹田能承载，就不停地运转出更多灵气来提升丹田极限。如果丹田承载不了，那就将所有运转出来的灵气全都渡入林婉儿送给自己的那枚戒指。久而久之子，说不定还能激活戒指的其他用途。一念至此，叶晨便有些迫不及待，恨不得这些天哪都不去，就在这偏僻无人的度假屋闭关修炼。林婉儿此时从外面推门进来，见叶晨已经睁开眼睛，便连忙问他：公子醒了？奴家出门的时候见公子入定很深，还以为公子要入定个3-5天呢。叶晨道：昨晚那手印效果确实了得，我打算稍事休息后再继续入定看看。林小姐去哪了？林婉儿道：奴家去外面转了转，一共出门也就1个小时的时间。出门的时候天刚亮，现在已经快天黑了。叶晨点点头，毕竟这里靠近北极圈，要是北极圈里面估计已经开始极夜了。说着，叶晨又道：林小姐若是没什么事，那我就再次入定了。林婉儿忙道：公子稍等，李亚林李探长几个小时前打来电话，说是 AI 模型已经有发现了，